美国现在至少对通膨有一定的掌控力，我相信大家对降息不必抱以太大期待，但是呢，我相信美国在一个各位财讯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金河，欢迎再度收看老谢开讲。在龙年的第一个交易日当中，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现在呈现了一个新的变化。欢迎你一起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跟我们一起追踪政经趋势以及产业状况，成为财讯粉丝团，也就是财团的一份子。或者你也可以针对喜欢的节目抖内我们，让我们可以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节目。第一个呢，台股在台积电的领军当中在开红盘的第一个交易日呢，台湾的加权指数站上18619以上，这个是再度写下历史新高。而台积电的股价呢，开盘702，那么也是一扫在过去呢688块的高点，再度创下新高价。台积电在美国的 ADR 呢，在这一波最高涨到 135.98， 那么这个是一个我们在兔年呢大涨3163点，那么现在在龙年呢更加继续快速奔跑前进。这当中台积电垫高了台湾的加权指数。在这个回合当中呢，我们大概也可以看到日本的日经指数也在2月的12号呢，它冲上了38000点。那日本股市站上38000点是34年的新高。而这当中呢，日本的东京威力科创呢，股价涨了 10% 以上。那这个也是在整个全世界整个半导体的发展当中呢，所呈现的一个新的格局。我们要特别看到，进入到2024年，在龙年之后呢，第一个呢，全世界所有奔驰的都集中在 AI 跟半导体产业上面。而半导体的上涨，我们现在看到第一个 NVIDIA 的股价呢，最高这次跑到 746.72， 那 NVIDIA 的市值呢，已经到了1兆8270亿美元以上。在 NVIDIA 拉高市值之后呢，第一个呢 NVIDIA 超过的 Google 的市值，同时呢也领先的亚马逊。美国现在第一大呢是微软，它是 AI 最重要的一个中流砥柱。第二名现在变苹果，第三名变 NVIDIA。当 NVIDIA 大涨之后呢，我相信台积电呢现在的市值大概在6900亿左右，它等于只有大概 NVIDIA 的1/3。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进入到龙年，台积电的市值会不会挑战1兆美元的市值呢？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因为 NVIDIA 把整个上升的空间都拉出来了，所以这一段非常陡峭的上涨。大家可以看到 NVIDIA 的股价呢从 108.13 呢跑到746块以上这是大家难以想见的。它是一拆5之后呢，现在即将再度创新高。同时呢，跟 NVIDIA 双方合作无间，叫做 Supermicro。在前年的年底 Supermicro 的股价呢是21.9块，但是现在最高跑到890块美元。大家可以想见得到，在过去这1年多等于 Supermicro 的股价呢涨了大概40倍以上，现在的市值到590亿美元。那这个大家难以想象，台湾有非常众多的 AI 的公司其实实力都不比 Supermicro 差，但是现在这样的一个陡峭的上涨，那么大家可以想见得到，它对台湾的广达、对伟创、伟影、技嘉会带来非常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是台湾 AI 供应链呢，它呈现一个新的发展的态势。另外呢 NVIDIA 的大涨，它也带动 AMD。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艾斯摩尔在最近这个循环当中股价最高涨到 954.32， 那这个上涨其实也给大家带来非常大的震撼效果。那 Alphabet 呢是 Broadcom 股价从 415.06 这次跑到 1295.9， 市值呢一度跑过6000亿美元以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一组当中呢，美国的半导体产业尤其跟 AI 有关的，现在是在整个带动美股上涨的路上奔驰。这个同时呢，我们最近也看到 ARM 的股价呢频频上涨。大家看到在这个回合当中ARM 公告的第4季它的净利呢是8700万美元， EPS 0.29， ARM 的股价呢冲到164。那这个一冲上去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立刻带动孙正义的软体银行呢股价也大幅的上涨。所以这个是在这个回合当中大家所看到的，在过去的20-30年当中孙正义有很大的比重呢，他靠马云，但是在现在的阿里巴巴，他持股卖到剩 3% 以下的时候呢，现在 ARM 的重要性呢，会给软体银行带来非常重大的效果。
那这个时候呢，大家也可以看到日本也跟着台湾呢，在这个回合当中的供应链呢，相对跟着崛起。所以我们看到日本现在的丰田汽车啊，在这个回合当中啊，股价不断的上涨。现在各位要特别注意到了，日经指数从原来最低的6994.9，现在一路拉到38000点以上。那日经指数的上涨，它创下34年的新高。另外一部分呢，因为日元的贬值啊，日本的在全世界的经济体的排名被德国追上，但是我相信呢，这是时间上的差别。那 IP 所带动的 ARM 的股价上涨，我相信对台湾的相关 IP 的供应链会带来非常大的帮助。这张图表是黄仁勋跟梁建厚他们两个合影，这个背后就代表整个 Supermicro 在伺服器的生产发展，它现在站在一个趋势轨道线上。那现在就整柜机的输出啊，现在超微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啊。这个回合当中，我们看到华人有关的，从黄仁勋到施之锋，一直到梁建厚呢，三大现在创业的英雄呢，几乎啊，现在你可以想见得到，这不得了了。而一个 NVIDIA 的市值啊，大概抵得全部在香港上市的中国企业，这个是大家非常难以想见的一件事。那梁建厚呢，在这个回合当中啊，他异军突起，我相信呢，这个也是未来大家在半导体产业当中所看到一个新的发展的一个态势。这个施之锋跟梁建厚的合影。好，我们现在看到台湾现在跟日本的合作呢，也不断的在升温。现在台积电要提拨226亿美日台共同来扩产，这个扩产会带来什么样的效益呢？值得大家高度来关注。另外一个呢，日本的崛起跟中国的弱呢，变成一个在过去30年当中啊，大家可以好好去深思的一个重点。这一次大陆的繁花电视剧呢，得到大家高度的讨论啊。这个告诉大家，在中国的1990年代呢，从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呢，不管是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好猫，然后呢摸石过河，再到让少数人富起来，他以阿宝作为那个年代的人物呢，在凸显在上海的在90年代所创造的传奇。但是呢，在经过30年之后呢，这个新的变化值得大家高度的关注。这一期的经济学人呢，送一张曲线图，把习近平呢一个人围住啊，就告诉你这个趋势是往下的。那这个往下，最近经济学人在讲，他说外资啊对习近平呢不再信赖。那中国的股价呢不断的在下跌，中国的股灾没有结束。虽然现在证监会主席呢换成吴清，但是在农历过完年之后呢，这个中国复盘国家队能不能扭转颓势，现在仍然有非常多的考验。那么大家可以看到，香港股市在兔年暴跌 28%， 对整个中国来讲，一方面呢，所有的原物料价格在下跌，中国现在在全世界正在输出通货紧缩。那一方面中国的内需啊现在不断的下滑，所以它就一半的中国的钢琴厂倒闭那钢琴的销售量雪崩，那这个就告诉你内需的调整现在是非常可怕的。而另一方面呢，美中的逆差呢持续在缩小，这个是一个大家要高度关注的。在过去这30年当中呢，全世界在美国的带领之下呢，有2兆7千亿美元的资金呢流进了中国。现在我们看到美中角力的关键时刻呢，2兆7千亿美元的资金到底从中国流出来会往哪里走？这个是值得大家高度关注的话题。一个呢，日本跟印度呢会成为2兆7千亿美元流窜的最重要的根据地。那印度呢现在快速在崛起，包括 GDP 啊也开始有一个比较新的变化了。第二个呢，美国在这些年当中啊不断的在移转供应链这个供应链的移转呢，现在大家可以看到2022年呢，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贸易的差额呢，中国从美国赚到的顺差是4041亿美元，进入到2023年呢，这个顺差现在缩小到2794亿，这个已经缩小1300亿美元左右了。那大家可以关注到，当美国对中国的逆差或中国对美国的顺差快速的在缩减的时候呢，我相信对中国的贸易会带来非常巨大的影响一方面中国的资金在出走，中国的股市不断的在下跌，也告诉大家2015年的时候呢，深圳、上海所占的全世界的股票的市值占全球 20%， 现在呢中国现在降到现在 10% 左右。换句话说呢，中国股市的下跌，它到底为未来的世界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新的变化，大家可以拭目以待。你可以看到
AI 的加持，美国企业的总市值到51兆美元，而全球资金呢开始从中国流向日本跟印度。另一方面呢，中国对台湾逆差1300亿，我们台湾的统计是995亿那这当中有一些差别，但是整体来讲，我们现在跟耶科华有关的其实已经节节败退，但是台湾这1000亿左右的贸易顺差呢，其实都从半导体而来，所以美中晶片的角力当中现在进入到最坚硬的拉锯战也就是现在川普变数，大家都知道，川普最近放话，他说美中贸易战会升级，对中国要扣60%的关税。这个如果扣60%的关税呢，对中国的影响还是大。那拜登在面对川普的节节进逼的压力呢，拜登如何来面对？我们也看到墨西哥现在超过中国，已经变成美国最大的进口国了，20年来第一次。那中共对台湾的影响，对美国影响力其实都正在下滑，这是大家可以想见得到的。我相信在未来，一方面呢，中国的资金不断的外流，第二个呢，生产基地改变之后呢，中国所扮演的世界工厂的角色也会在这个地方呢产生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这两种变数再加上中国内需的萎缩，中国股市的下滑，我相信中国的颓势会在一段时间会影响非常的深远，这是值得大家高度关注的。而在美日的 AI 结盟当中美国跟日本的结盟会越来越深化，这个也是日本股市能够不断的改变的一个轨道重要的关键的元素。所以全球晶片在2024年整个半导体产业呢还是一个非常关注的焦点同时呢，在这个礼拜我们也看到美国1月份的 CPI 呢是 3.1%， 那也降低了联准会降息的可能，从5月可能延到7月。但基本上来讲，我想大家对2024年的通膨呢要有一个新的认识。未来的 CPI 回到2以下呢不可能，但是将来很可能在3跟4之间美国现在至少对通膨有一定的掌控力，我相信大家对降息不必抱以太大期待，但是呢，我相信美国在一个经济软着陆当中会找到自己的路向。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呢，2024年的龙年，第一个呢，台积电创新高，已经告诉大家，台湾股市呢，过去长期在地缘政治被低估当中呢，现在还其公道，而台积电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第二个呢，日本在沉潜30年之后呢，日经指数非常有希望在今年再度穿过1989年的38,957点。日本的未来，我相信可以大家拭目以待。印度也正在快速崛起的路上，而中国呢，正在面临前所未见的经济的大的调整。我相信这个调整路非常的漫长，美国的经济呢仍然会是2024年大家要特别注意的焦点。这当中从半导体所延伸出来的整个产业链，包括台湾包括日本，都会成为在未来全球资金进驻的焦点。今天老谢开讲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观赏，下周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收看。